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蝴蝶飞飞。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故事：书生去尼姑庵借宿，夜半竟是童子身。尼姑却说：“我在帮你。”唐朝永淳年间，襄邑县有一个名叫王典的书生。王典自幼饱读诗书，18岁时便考中秀才，21岁考中举人，是当地有名的青年才俊。但是举人只不过是个称谓，倘若想要做官的话，还必须参加会试，只有考中进士的话，才能有机会做官。会试的难度可比乡试的难度大得多。乡试的话，是一个府县的书生一起考试，从中选拔出来几十个优秀的出来，被选拔出来的称之为举人。而会试的话，则是汇集全国的举子参加考试。这些举子们可以说都是各个地方顶尖的人才，想要在这万千人中出人头地，绝非易事。王典一连参加3次会试，都未能得中，不免有些气馁。到了永淳元年的时候，朝廷开恩科张榜取士，王典再次踏上赶考的征程。他心中暗想，倘若此番再不得中，恐怕是自己学问不够，今生与仕途无缘，到时索性断了念想，另寻出路。从襄邑县到长安1700多里，王典担心误了考期，提前几个月便早早出发赶路。王典有时步行，有时搭乘过路的马车，就这样一路走走停停。过了2个多月之后，来到一个名叫蓝田的地方。等过了蓝田，再往前走不到100里，就到达长安城了。王典这才将心放下。蓝田有许多名山大川，中国4大名玉之一的蓝田玉就是出自那个地方。王典心想，时间还早，不如在蓝田走走转转，一来可以看看山川景致，二来可以舒缓一下考前的紧张和焦虑。当时正值盛夏，天气酷热难当，王典在山中走得有些累了，便在一个树荫下打盹。就在王典迷迷糊糊之时，隐约听见远处传来女子的求救声。王典循着声音找去，发现山涧下面有一个水潭，而水潭中有一个年轻的小尼姑正在垂死挣扎。王典看到这一幕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不知道这尼姑是如何掉到水潭当中的。王典有心救那尼姑，但是自己又不太会水，倘若自己贸然下水去救的话，有可能自己也会淹死。最后王典眼前一亮，发现水潭旁有根长的枯树枝。王典将自己的腰带解下，一头拴在树上，一头拴在树枝上，然后手抓着树枝，最后将尼姑成功托举上岸。或许是尼姑喝水太多的缘故，只见她脸色发青，浑身冰凉。王典曾经见过有人抢救溺水者，他先是帮尼姑打开气道，防止尼姑窒息。针对溺水者的急救，第一件事就要保证溺水者的呼吸恢复正常。此时王典也顾不得什么男女授受不亲，心里想着救人要紧，解开尼姑的海青长袍，进行胸外按压，连续按了好多次，没反应。王典捏紧尼姑的鼻孔，拖住尼姑的下颌，朝尼姑口中吹气。就这样，王典大概忙活了有半炷香的时间，尼姑终于恢复了自主呼吸，渐渐有了意识。此时尼姑见自己上衣解开，瞬间满面通红。王典连忙解释道：“师父莫要见怪，小生是外地来赶考的举子，方才见师父溺水，急忙跑来将你救起。我是在医上学的，这些急救之法并无冒犯之意，还望师父恕罪。”那尼姑说道：“承蒙公子搭救，小尼感激，还来不及和谈，怪罪一说。”王典见尼姑这般一说，才稍稍将心放下。王典接着问道：“师父在何处修行？又为何会落到这水潭之中？
那尼姑指着不远处的一座山峰，说道：“小尼名叫慧净，前方山头上便是我修行的庵庙。因庵中缺食，我来山中采些山菇野菜。中途嫌天气炎热，本想到水潭边洗把脸，不成想石头太滑，竟然跌落水中。倘若不是公子搭救，恐怕此时我早已性命休矣。公子救命之恩，小尼永生难忘。”王典听罢之后，连忙说道：“举手之劳，师父不必挂怀。如今我遇到师父，正好请教一下，此去长安城还有多远？走哪条路会近一些？”尼姑面露忧色，说道：“此去长安城还有80多里，而且都是绵延山路，恐怕你一人难走出这大山。而且入夜之后，山中常有虎狼出没，不少过往客商被野兽分食。倘若公子不嫌弃的话，今夜暂且到庵中留宿一晚，明日是农历15，有城中富商到庵中上香，你随他们一起进城便是。”王典听尼姑这样一说，感觉尼姑说的有道理，自己人生地不熟，倘若冒险夜走山路的话，指不定会出什么意外。看眼前的慧净尼姑气质不俗，应该不是个坏人，索性就与她同往到庵中暂住一宿。此时慧净尼姑的衣服也晾干了，她扣好衣服，两人又挖了一些山菇野菜，这才一同回到庵里。只见尼姑庵的山门上挂着一块牌匾，上写白云庵3个篆体大字，那牌匾锈迹斑斑，看上去有些年头了。慧净尼姑将王典引到大殿，王典先是给神像上了香，然后才到后殿喝茶休息。慧净尼姑说道：“公子，等会我下面给你吃吧。”王典瞬间满脸通红，说道：“下面。”慧净尼姑怕王典会错了意，补充说道：“庵里还有些面粉，正好今天挖的有山菇野菜，可以煮几碗面条。”王典这才明白慧净尼姑说的是下面条，当即说道：“面条好，都说陕西面食甲天下，今天正好尝尝。”不大会的功夫，慧净尼姑端来一碗三鲜面，那三鲜面汤鲜味美，面条爽滑有嚼劲，真可谓是色香味俱全。王典连吃了3大碗，才满足地放下筷子。慧净尼姑说道：“公子还要再吃不？锅里还剩有半碗，我给你盛过来吧。”王典连连摆手，说道：“我从小到大也算是吃过不少美食，但是像今天这样的美味，还是平生第一次吃到。师傅的厨艺果然了得，一碗普通的面条，竟然让师傅做成人间美味。我已经连吃了3碗，实在吃不下了。”慧净尼姑见王典夸赞自己手艺，羞红了脸，说道：“这只是一碗普通的面条罢了，一定是公子爬山太饿了，故而才会觉得好吃。我平时吃饭也就是熬点米粥喝，吃不了太多东西的。倘若那半碗面条公子不吃，放到明天就该馊了倒掉，怪可惜的。”王典揉了揉肚子，说道：“既然如此的话，那半碗我就饶上吃了吧。不知明日一别以后，还能不能吃上如此美味的三鲜面？”最后，王典又吃了最后半碗，算是正儿八经饱餐一顿。慧净尼姑在厨房刷洗，王典则在尼姑庵四处转悠。尼姑庵并不大，前面是一个大殿，后面有几间禅房。在尼姑庵的西南搭的有2间小棚子，一间用来放柴，一间当作厨房。等慧净尼姑忙完之后，王典与之攀谈。王典问道：“慧净师傅，这庵里就你一人吗？我转了一圈，怎么没有看见其他人？”慧净尼姑说道：“之前我们这庵里有3个人，一个是我师傅，还有一个与我一同进山修行的女子。后来我师傅仙逝了，那个与我一同进山修行的女子因受不了庵里清贫的日子，自己下山去了。
故而庵中只剩下我一人，幸得山下的富商百姓供奉，庵里的香火才得以延续。”王典听罢之后点了点头，对惠敬尼姑心中敬佩不已，能干守清廷，追求大道，可谓圣人之治。王典因为吃得太撑，一时半会也睡不着，干脆自己到禅房中读书，一直读到半夜3更。王典实在支撑不住，便趴在桌案上睡着了。在睡梦当中，王典隐约感觉有个女子爬到了自己的床上，那女子身材婀娜，肤白如玉。王典只当是在梦中与女子做成好事。次日天光放亮，王典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不知何时竟然躺在床上。他再掀开被子一看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只见自己浑身赤条条的，床单上还有些许粘液以及一片落红。王典不由得心中懊恼，莫非自己昨夜并非做梦？但是那梦中女子又是何人？自己平白无故丢了童子身，着实心里憋屈。就在这时，惠敬尼姑喊王典吃饭，见王典醒来，笑着说道：“公子醒了，昨夜睡得安稳否？”王典感觉惠敬尼姑肯定知道内幕，于是说道：“惠敬师傅，你老实告诉我，昨夜我在桌案上读书睡着了，如何会躺在床上，又如何身上赤条条的？昨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惠敬尼姑说道：“我是在帮你，你先起床，穿好衣服，我带你见一个人。”等王典穿好衣服，惠敬尼姑将王典领到厨房，只见厨房中有个女子正在做饭。那女子并非旁人，正是王典昨夜梦中相会的女子。那女子看见王典，也是羞红了脸，说道：“相公，你醒了。”王典愈发感觉莫名其妙，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为何会喊我相公？我已有未婚妻，而且我曾发过誓言，此生非他不娶，小娘子莫要认错人。”女子说道：“你未婚妻就站在你的面前，你如何竟不认的？”王典仔细打量女子一番，不由得惊讶道：“你是月娘？此处距离襄邑县1000多里，你是如何赶来的？就你一个人来的吗？伯父是如何肯放你出来的？”原来那女子确实是王典的未婚妻周月娘。周月娘和王典自幼定下娃娃亲，两家商定等孩子长大之后完婚。后来周月娘随父亲到外地经商，王典与周月娘一别10几年没见，故而一时没能认出来。两人抱头痛哭好大一阵，周月娘这才讲述事情始末。当初周月娘和王典定亲之时，周家和王家都是襄邑县的富户，两人定亲也算是门当户对。后来周月娘的父亲周有成到汴梁经商，因为经营有方，积累了万贯的家财，成了富甲一方的大财主。与之相反的是，王典的父亲摊上官司，死在狱中，自此家道中落。后来王典走投无路，到周家去求岳父周有成，一是希望周有成能够让他和周月娘完婚，二是希望岳父能够资助自己读书，到时好出人头地，重振家风。周有成见王家已经破败，而且王典又屡试不第，心中便有了毁亲的念头。周有成对王典说道：“让你们完亲也不难，你把婚帖原帖拿来，我这就给你们安排完婚。”王典不知是计，老实将婚帖交给周有成。谁知周有成接过婚帖之后，便扔到火炉当中，瞬间化为灰烬。周有成勃然大怒道：“哪里来的地痞，竟敢妄称是我家女婿？我女儿从未婚配，何来女婿？来人，给我将这地痞乱棍打出去！”王典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攀亲不成，竟然还挨了一顿毒打。王典登门之时，早有丫鬟禀告小姐周月娘，
周月娘得知未婚夫登门，也是欢喜不已。按照当时的礼节，未婚男女不得相见，周月娘只能在屏风后面偷眼观瞧。她见王典一表人才，谈吐文雅，心中欢喜不已。但是当周月娘见到父亲烧毁婚帖，并将王典赶了出去，心中很不是滋味。但是父亲脾气暴躁，自己又不敢上前去劝，只好自己回到卧房暗暗流泪。这时旁边丫鬟劝道：“小姐，空伤悲无益，如今王公子没落，故而老爷看不上他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不如资助王公子一些钱财，让他去参加科考。倘若他能够高中，到时老爷定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。倘若到时没有考中，我们再从长计议。”周月娘认为丫鬟说的有道理，将自己的金银首饰收拾一包，又写了一封书信交给贴身丫鬟。丫鬟趁上街买针的时候，悄悄找到王典，将包裹连同书信交给他。王典十分感动，发誓一定要考取功名回来，到时迎娶周月娘过门。这才有了文章开头，王典第4次赶考的一幕。就在王典出发之后不久，周有成给女儿说成一门亲事，男子名叫贾虎，是汴梁城一个贾姓富商的儿子。贾富商十分富有，周有成之所以能够在10几年之内发家，一部分原因是得益于贾富商的关照。周有成让女儿嫁给贾富商的儿子，有巴结和讨好的意思，同时也希望能够通过与贾家的联姻，让自己的生意做大一些。但是汴梁城的人都知道贾虎是个傻子，20多岁了还是在床上吃喝拉撒。有人说只要给贾虎娶个媳妇冲冲喜就好了，但是谁家会愿意让自己女儿嫁给一个傻子？因此贾虎年近30，依然是光棍一人。贾富商得知周有成要将女儿嫁给自己儿子，当即送来3000两彩礼。周有成看见整箱的金银抬到自己家，乐得都找不到北了。但是等迎娶的那天，周有成却突然傻了眼，自己的女儿竟然不翼而飞。当时周有成为了防止女儿逃跑或者发生意外，将她锁在一间空房里，而且将屋中的剪刀、绳索等物通通拿走，防止女儿寻短见。门窗都是用大铁钉钉死的，门口还有7、8个家丁昼夜看守。但是当贾家迎亲的轿子赶到时，周月娘却不见了踪影。周有成找遍了整个汴梁城，也没找见女儿的踪影。其实他不知道的是，女儿周月娘早已到了王典的身边。原来周月娘的外祖母信佛，周月娘4岁的时候跟着外祖母茹素。周月娘十分聪慧，不但琴棋书画十分了得，佛学经典也是一点就通。家中设有佛龛，朝夕祭拜。那日周有成将周月娘锁在空房之中，周月娘心想，好女不嫁二夫，自己已然许配给了王典，自己生是王家的人，死是王家的鬼，倘若让自己嫁给一个傻子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于是周月娘便准备撞墙自尽。但就在这时，从墙上画中走出一位观音大士。那观音大士说道：“切勿寻死，我带你去见王典。”说罢，观音大士拉着周月娘走进画中，腾云驾雾来到白云庵。周月娘见王典正在酣睡，便钻入王典的被窝行了夫妻之事。王典困顿至极，以为自己是在梦中，不成想夫妻千里团聚。王典听罢妻子的讲述，这才瞅向那尼姑，然后喃喃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您就是观音大士。”那尼姑缓缓点头说道：“王典，你祖上几辈都是积善之家，而且你又是文曲星下凡，将来能够造福十方百姓。周月娘你本是天上的荷花仙子下凡，
只因当年蟠桃宴上失手打碎王母的琉璃盏，这才被贬下界。你们二人注定今世有这样一段尘缘，我不忍你们夫妻离散，故而出手相助，望你们以后多行善事，教化众生等。你们功德圆满之时，我们天庭再会。说罢，那尼姑化成一道白光，消失不见。此时有不少富商百姓来庵里上香，王典上前打听道：“老人家，这庵里平日有尼姑吗？”那老人说道：“据我爷爷说，这庵刚建号时有个老尼，后来老尼仙逝后，便没有尼姑在庵了。虽说没有尼姑在庵，但是在这庵里上香却十分灵验。我们父老乡亲每逢初一15，都会到庵里上香祭拜，更换供果香烛，将里里外外打扫一番，其他时间无人到庵里搅扰。”王典听罢之后，这才明白，原来自己遇到的尼姑果然是神仙。王典和周月娘朝观音离开的方向拜了又拜，然后随众人下山。多日之后，王典参加会试，考中头名状元，朝廷钦点为河南巡抚。王典带着妻子周月娘走马上任，风光返乡。周有成见王典如今已然成了朝廷命官，他怕王典记仇报复，吓得趴在门前跪迎。王典搀扶起周有成，说道：“岳父大人不必行礼，过往之事一概不提，只是以后莫要再嫌贫爱富才是。”王典又将妻子请来与岳父相见。周有成见女儿失而复得，当时是喜极而泣。贾家得知周月娘又找回来了，准备迎娶完婚。但是当他们听说周月娘已经成了巡抚夫人，知道自己惹不起，也只好罢休。那3000两银子的彩礼也不敢要了，全当送给王典的贺礼。王典到任之后，为老百姓做了许多的好事。周月娘为王典生下5儿5女，王氏一族开枝散叶，成了当地的名门望族。后来王典和周月娘皆是寿活90无疾而终。他们下葬之时，2只仙鹤落在墓旁，空中仙乐齐鸣，人们方知王典和周月娘已然成了神仙。百姓在墓旁建庙供奉，香火鼎盛，十分灵验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菲菲。都看到这里了，点个订阅再走吧。